拜登把占领国会山事件说成是政变，是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做准备呢？下一次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那他就有理由动用武力镇压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拜登把占领国会山称作政变为谁？这是要在国内发起镇压行动了吗？据美国国会山报消息，当地时间1月11号，拜登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把去年1月6号的占领国会山事件称为政变为谁。这个定性呢是非常严重的，台下的听众没有跳起来破口大骂，大概是没有反应过来，或者是政治嗅觉不灵。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国家如果发生政变，那肯定是有人对现实不满了。但是按照美国一贯的自信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制度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呀。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制度的话，每个人的诉求都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所有问题都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那怎么会有政变发生呢？如今总统先生这么定性国会山事件，这是美国人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很响亮的耳光。其实呢，地球人都知道，美国人这样夸耀自己的政治制度，完全是自吹自擂。其实问题多得很而且积重难返。但是作为美国总统，他是宪法的维护者和制度的执行者，是不能乱说话的。承认美国发生政变，那就意味着官方承认了美国的制度有重大的漏洞。这还不算什么，后面的问题更严重。这场政变是谁发动的呢？当然是前总统特朗普。但是等一会儿，1月6号攻占国会山的时候，特朗普还没卸任呢。现任的总统发动政变，这是个什么事儿您听说过吗？所以说拜登这番话不仅让美国人都凌乱在风中，还真是把美国政治体制短裤都脱了。拜登自曝家丑是一回事，美国社会的舆论担心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拜登会不会用政变做借口在国内用兵呢？这可不是空穴来风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学院马上就要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1年1度的毕业演习。这个演习是个例行性的，它的内容是假定有一个派恩共和国，这个国家有个大西洋省发生了武装叛乱，特种部队要帮助政府军平叛。这个演习需要动用民间的志愿者，他们和特种兵一起，有人扮演叛军，有人扮演政府军。因为演习在美国境内举行，所以很容易引起误会。2002年的时候演习的特种兵和当地的警察发生误会，特种兵以为警察也是参演人员，就打算按剧本缴警察的枪。警察哪里知道这是演习所以当场开枪就打死了一名特种兵。事后军方和警察当然是加强沟通了，但是这个引发了民众的担忧。你美国陆军不是保卫美国利益的吗？为什么要在美国本土演习镇压叛乱的战术美国人的担心不是神经过敏。早在1878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叫做博斯卡米塔图斯法案，禁止联邦军事人员在美国境内执法，特殊情况例外。这个奇怪的法律是为了防止联邦政府动用武力把各州政府的权力收走，所以以反叛乱为主题的这个演习一直遭到了全社会的质疑。2015年，美国军方又在国内搞了一个类似的反叛乱演习，叫翡翠夺人15，引发公众的抗议。白宫不得不反复的说明说，这就是个军事演习，不是打算占领贫民区搞军管。但是如果美国发生了政变或叛乱，那联邦政府要不要出兵镇压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早年间，美国南方和北方因为奴隶制的问题闹翻，南方宣布独立，北方的联邦政府立刻起兵镇压，死伤无数保住了美国的完整。这事儿过去100多年了，隔了好几代人了，但是南方各州的很多人到现在也不服气。如今拜登把占领国会山事件说成是政变，那么就出现了博斯卡米塔图斯法案这个里面提到的特殊情况。参考南北战争的历史，如果特朗普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跟拜登的联邦政府矛盾不可调和，会不会在自己的州
发起独立运动呢？那要知道啊，特朗普如今拥有铁粉7000万，其中很多人是有枪的。去年1月6号闯进国会山的那批人几乎都是带着枪去的，他们那一天没有动武，不等于下一次也不动武。拜登把占领国会山事件说成是政变，是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做准备呢？下一次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那他就有理由动用武力镇压了。好玩。